刚出生的宝宝龙饼饼就是个奶乎乎的小团子，每天就是躺在龙爹准备的贝壳床里睡觉觉，喜欢嘬着小手指，抱着自己的海螺贝贝，偶尔也会好奇东张西望的乱跑。饼饼一睁眼就被师傅抱七举高高，懵懂的他听不懂父亲和师傅的计划，就无聊的伸出小爪爪，一把就揪了师傅脸上的一堆爆毛，还张开小嘴巴想要品尝。龙爹发现后挑起饼饼的小肚兜进行教育，饼饼却在奶声奶气的模仿申公豹师傅学说话。申公豹师傅说没事，小敖丙也有模有样的学着没事。龙爹和师傅顿时呆住了，不知道什么叫尊师重道吗？我可是你师傅。饼饼则直接躺下嘬着手指学习道师傅。申公豹觉得饼饼学得很好，敖丙也学着师傅说道很好。可就是这么可爱萌哒哒的小龙崽崽，却是从出生起就肩负着整个龙族的重大使命，只因千年前天庭前去剿灭海中妖族，然而海妖在龙族的带领下顽强抵抗，导致战争的时间陷入僵局。为了能尽快结束战争，天庭决定赵安与其他三大龙族向来有分歧的东海龙族的王敖光。为了保全龙族，敖光答应了赵安，并邀请三大龙族以及各族海妖王前来赴宴，然后在宴会上与天庭里应外合，利用锁妖阵将海妖镇压在了龙宫之前。但他没有想到的是，锁妖阵需要全体东海龙族一直维持下去，一旦有人离开阵法，就会被下面强大的海妖冲破。届时不仅天庭会降下罪来，被镇压的海妖们也不会放过他们。敖光只能被迫接受龙王的官职，镇守海妖。而元始天尊的弟子前来历练的申公豹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同为妖族的他不免有些兔死狐悲之感，于是趁着天宫不备，提前调包了敖光请功的龙蛋，在暗中交给他藏匿起来。千年后，元始天尊命申公豹和太乙真人一起捕捉天地灵气孕育出的混元珠，然后将其变化为魔丸和灵珠。魔丸被施了天劫咒，打算用天雷将其毁灭，而灵珠则要投胎到陈塘关总兵李靖儿子身上，并将培育灵珠的任务交给太乙真人，还许了他金仙之位。元始天尊的偏见令申公豹嫉恨不已，于是趁着天尊闭关之际偷走了灵珠，再将灵珠注入龙蛋之中。就这样，我们可爱的小敖丙诞生了。原本敖光一共有3个儿子，老大死在了千年前的大战中，老二被迫移魂放弃了龙族之身，而刚出生的老三敖丙就是整个龙族唯一的希望。身为灵珠转世的他，从出生起就注定了一生的命运，他必须打败连天雷都无法摧毁的魔丸封神登天，然后将东海龙族救出这个牢笼，而申公豹也会因此荣登金仙之位。小敖丙对大人们的谋算一无所知，只对师傅申公豹的毛毛感兴趣，直接伸出小胖手揪下来就往嘴里塞。敖光见状赶紧制止了小儿子，将他放回他的贝壳床里，再关心一下新搭档。申公豹疼得脸颊都肿了，但是看着奶乎乎的小敖丙，只能说一句没事。没想到小敖丙模仿能力超强，缩着手指头跟着师傅磕磕巴巴的学说话。龙王可不想让小儿子也变成结巴，赶紧把二儿子敖乙找来，让他负责教导敖丙识字说话。可万万没想到啊，人称冷面玉龙的二哥一见到萌哒哒的小敖丙，瞬间变成了宠弟狂魔，捏捏肉嘟嘟的小脸，哎呀，真不愧是我的弟弟，这也太可爱了吧！可总有漏网之鱼不安分，时不时就跑来闯阵，营救被镇压的海妖。申公豹第一反应就是冲到贝壳床边，将小龙崽崽护在怀里。二哥也是怒火冲天，敢打扰我和三弟亲亲，都杀了！二哥嗖的一声走了。申公豹矜持地清了清嗓子，既然贤侄有事在身，那还是由我来教导敖丙吧。结果低头一看，乖徒弟竟然不见了，这下真是天都塌了。一龙一豹赶紧派人去找，殊不知此时正在跟金妖对战的二哥也是被吓得魂都飞了。刚破壳的小敖丙就是个精力充沛的调皮鬼，每天都好奇的满世界乱跑，把师傅和龙爹急的派人寻找，谁知他却偷偷跟在二哥的身后，吃着二哥的衣角，还把二哥吓了一跳。趁二哥不注意，好奇的跑到海妖面前，还被装死的金妖一口吃掉。二哥被吓得魂都要飞了，第一次抓着弟弟打屁屁。只因二哥前去降服闯阵的金妖时，丙丙静悄咪咪偷偷跟了过去。前一秒二哥还一脸凝重的分析道，金妖已经狂化，看来有点棘手了。下一秒就听到有人附和道，有点棘手了。二哥闻声低头一看，此时小龙崽崽正咬着他的衣摆，萌哒哒的看着他。二哥吓得当场跳了起来，丙丙猝不及防，咚的一声摔了个大马趴，小脸都摔红了，委屈的哭唧唧。二哥赶紧把他抱了起来。哎呦喂，这小祖宗是怎么溜出来的？这时金妖趁机从背后偷袭，二哥连忙把丙丙护在怀里，跟金妖商量，喂，别啊，君子动口不动手。要是搁在平时，我堂东海二太子可不怕区海妖，可现在他还抱着宝贝三弟呢，三弟是万万不能有任何闪失。可金妖也真是听话，说动口就动口，差点一嘴巴口把兄弟俩给吞了。二哥瞬间怒了，直接反手一挥，一招就将金妖打飞800米，当场倒地昏迷不醒。二哥此时却还在懊恼，竟然让亲爱的弟弟看到了自己暴力的一面。他赶紧撑起笑容教导弟弟千万不要学他，结果低头一看人都傻了，丙丙竟然趁他不注意跑到了金妖面前，还一脸天真的逗着水母发笑。此时装死的金妖立马睁开死鱼眼，张大嘴巴想要将丙丙这个自助餐吞进肚中。
二哥在一旁急得大叫：“妖孽！”嘴下流地，谁知金妖已经闭上嘴巴吞了进去。二哥气得当场石化，直接飞身上去，使出吃奶的劲，想要掰开金妖的锯齿。妖孽，你快点把我弟弟吐出来！此时急急赶来的申公豹看到这一幕，也想上来帮忙，谁知金鱼身体发出蓝色光，爆发强大的能力。原来金妖将饼饼吞入体内后，竟借用了灵珠的力量，当场化身巨大的人形，实力也瞬间飙升。二哥和申公豹都差点被秒杀，可为了亲爱的弟弟，他还是坚定地拦在金妖面前。二哥用功法困住金妖的脚，申公豹趁机一甩为弓鞭，飞身上前勒住金妖的脖颈，别想动！金妖生气地抓住脖子上的鞭子，发动体内灵珠的力量，想要挣脱束缚。申公豹见状，当即释放10万伏特电流的大招，可他忘了他们都在水里，而水是导电的，瞬间所有人都被电得外焦里嫩，忘了这是在水里了。金妖也被电得彻底晕菜。此时饼饼宝宝慢慢从金妖嘴里爬出来，露出一脸无辜的小模样。二哥赶紧把他抱进怀里，又是生气又是后怕的，抓着他打屁屁。臭小子，叫你到处乱游，打你屁屁！可巴掌真的落在饼饼的小屁屁上时，却是轻的和抚摸没什么两样。饼饼一点都不疼，只是揉揉眼睛，抓着二哥的龙须就睡着了。二哥也顾不上其他，赶紧把弟弟送回龙宫才是最要紧的。路上还不忘跟申公豹争夺教导弟弟说话的权利。而金妖一事显然还有隐情，幕后黑手早已发现了饼饼的存在，而负责守卫龙宫的金蟹大将军早就发现了金妖闯入的事情，却阻止了前去营救的士兵，任由敖乙一人独占金妖。而敖乙也早已察觉到外城结界并没有遭到破坏，金妖能够进来，定然是有阵法高手相助。二哥将饼饼放在贝壳床里，轻手轻脚的从小胖手里抽出龙须。为了担心吵醒弟弟，他连汇报的声音都放到了最轻。敖光命敖乙查明此事，可敖乙早已不是龙族，外城的防卫是金蟹大将军的全责，他不好越权。但是为了不让三弟遭到任何意外，他也会竭尽全力。申公豹也郑重地表示，从现在开始他会寸步不离地守在敖丙身边，一刻也不会放松。为了让敖丙早日成长起来，从此以后申公豹便开始了严厉的教学日程。刚出生的饼饼简直太可爱了，最喜欢抱着二哥送的海螺阿贝贝，但还不太会说话的小龙仔仔总是把二哥叫成二姑，教了几百遍了都改不过来，气得二哥捏着他肥嘟嘟的小脸威胁：“臭小子，下次再喊错了，我就打你的小屁屁。”也不知道二哥得知饼饼把他送的阿贝贝海螺送给第一次见面的哪吒时，二哥会是什么样精彩的表情。此时的饼饼才刚满月，就要跟着申公豹师傅练吸吐了。师傅说先吸气，饼饼乖乖张嘴照做吸气，可师傅说话磕磕巴巴，饼饼差点吸了一口气没憋坏，捂着小嘴巴喊师傅救命。第2个月的饼饼则跟着龙爹练习法术，第3个月师傅陪着饼饼强健体能，第5个月饼饼和师傅过招积累经验，第7个月饼饼好不容易学会了水系法术，却被姑姑叔叔们哄骗，让饼饼用法术给他们清洗鳞片。就这样1年4季寒冬酷暑，饼饼白天练功，晚上挑灯夜读。嘴硬心软的申公豹师傅也会在暗处默默陪伴。这天用餐时，二哥给他送来活鱼，饼饼当场变化成龙身，一口就将小鱼吞了下去，气得师傅大骂他行为粗鄙不堪，教导他言行举止要有仙家风范，还罚他延迟2个时辰才能休息。饼饼乖乖认错，可就是不改，因为他心地善良，舍不得伤害任何生灵。于是趁着没人的时候，他又偷偷的把小鱼吐了出来，还叮嘱小鱼快点游走，下次不要再被抓到了。可这一切怎么可能瞒得过聪明的师傅呢？师傅对他的心慈手软很是失望，为了锻炼饼饼，师傅直接施法将他打晕，将饼饼送到了妖怪山洞中。饼饼模模糊糊的睁开眼，就对上了众多妖怪虎视眈眈的目光。嘿嘿，小子，你总算是醒了。饼饼心里不免疑惑，却还不忘有礼貌地询问这是何处。呆萌的白老虎虎三老实回答，这里是一个黑漆漆的山洞，却被一旁凶狠的虎二在脑袋爆口。我们可是劫匪，干嘛回答人质的问题？虎三很委屈，可是人家在问嘛，不回答多不礼貌。问你就说呀，你们很熟吗？呆萌的虎三却说一回生二回熟吗？这把虎二气得直接亮出利爪，不需要，反正他马上就要死在俺的爪下了。说着就凶神恶煞的扑过来，要把饼饼吞吃入腹，结果不小心被虎三踩住了尾巴，咚的一声直接摔了个大马趴，而且还是脸着地的那种。他气得跳起来就破口大骂：虎三，你踩到俺尾巴了，对不起吗？善良的饼饼有些担心地问了一句：你没事吧？虎二极其败坏的怒吼：要你管！虎三却是礼貌地回答：放心，他没事的。结果因为对待人质的问题，2个妖又是一顿争吵，最后虎老大看不下去了，一顿暴锤结束内讧。都啥时候了还闹呢？都给我滚开，看我是怎么解决的。虎老大直接提着大刀砍了下来，结果因为刀举得太高，卡在了山洞顶上，霎时间空气死一般的寂静。虎老大尴尬的脚趾扣出30一听，大家都不敢说话，偏偏虎三没眼色，还好心提醒老大刀举太高了，瞬间尴尬程度翻倍。饼饼这才发现他们来真的，当即使出凌波微步，身形如电般穿过众妖，闪身冲出山洞。可没跑多远就是悬崖，前面已经无路可逃，后面是群妖步步紧逼，但饼饼还是不想伤人，绷着小脸一本正经地警告他们别过来，你们打不过我的，还是收手吧。虎妖们都被逗笑了，区区一个小毛孩子竟敢大言不惭，况且他们被申公豹下了咒，如果不杀死饼饼，
那死的就会是他们。说着就一拥而上，乱刀砍了下来，结果大刀落下，却是砍了个空。丙丙早已身姿矫健的纵身跃上高空，然后使出新学的法术水龙卷，想让他们没有反抗之力。虽然早已明白师傅的用意，可丙丙还是不想伤害无辜的妖怪，只想让他们失去战斗的能力。霎时间，巨大的水流铺天盖地的落下，将所有妖怪都卷入其中，然后变成水龙卷，卷入半空中。最后一挥手撤掉法术，妖怪们猛地砸向地面，瞬间失去了所有力气。胡老大却是倒霉的掉下悬崖，看着悬崖下那深不见底的深渊，胡老大吓得虎脸煞白。丙丙立刻冲过去，拽住胡老大的爪爪，反手扔回了地面，自己却是掉在了悬崖上。胡老大对于丙丙的相救震惊不已，可是看着身后受伤不轻的小弟们，他当即做出了个违背祖宗的决定，直接变边疆仇报的一拳将悬崖砸碎。丙丙就这么在不可置信中向悬崖深渊坠去，眼看悬崖的落石即将砸向丙丙，一直隐身在暗处保护丙丙的申公豹立刻现身，一甩雷公鞭将他拽了回来。丙丙刚想感谢师傅，结果一转头，瞬间惊呆了，只见悬崖处满地都是尸体，刚才欺负他的妖怪都被杀死了，只有憨憨虎三还剩一口气。善良的丙丙立刻冲过去，想要求师傅救救他，可话还没说完，虎三就目露凶光，竟然想趁机偷袭丙丙。丙丙虽然反应极快的迅速躲闪，可还是被咬伤了手臂。师傅也立刻将虎妖抱头，恨铁不成钢的怒吼：“你以为他们是什么良善之辈吗？还不愿意杀生？你的善良迟早害死你自己！”师傅虽然骂得很凶，但是看丙丙受了伤，还是给他仔细包扎好。回到龙宫后，龙爹关心地询问：“我儿修行可有长进？”申公豹说：“有。”龙爹闻言很高兴：“有长进？”申公豹气得磕磕巴巴的怒吼：“有个屁！你敢相信在1000年前光是报出名号就能吓得无数海妖遁走的冷面玉龙，竟是个宠帝狂魔？”师傅指责敖丙心慈手软幼稚不堪，龙爹教导敖丙牢记身份龙族使命，可二哥却只在乎丙丙过得开不开心。在二哥的眼里，丙丙永远都是最乖最可爱的，无论丙丙做什么都是对的。在丙丙伤心难过的时候，二哥就会插科打诨逗他笑，说小孩子就是要开开心心。弟弟反驳自己已经不小了，二哥却不怀好意的拽他的小裤裤看追。此时丙丙历练完随师傅回到龙宫，龙爹立刻上前关心的询问：“我儿修行可有长进？”申公豹说：“有。”龙爹闻言很开心：“有长进？”申公豹气得磕磕巴巴的怒吼：“有个屁！”原来小敖丙在历练中不忍心伤妖的性命，险些命丧当场。师傅指责敖丙心慈手软，迟早会害死自己。龙爹闻言很是惊讶，难以置信地看向儿子。敖丙弱弱地解释：“我只是不忍心。”师傅闻言勃然大怒：“幼稚！这世道你不想沾血，那就会流血，你懂吗？”敖丙被吼得缩了缩脖子，却仍旧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龙爹却是对他深表失望：“你可是我的儿子，是东海龙宫的3太子，是将来要封神登天的灵珠转世，这是你需要背负的责任。你可以轻易得到无数妖族都得不到的地位和自由，难道仅仅因为你的不忍心，就要让父王悲痛欲绝，把自己的光明未来也就此断送吗？”敖丙因为龙爹和师傅的话难过极了，却还是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叔叔和姑姑劝龙爹别着急，敖丙还小，慢慢会懂的。龙爹却没再看敖丙一眼，也不想再多说什么。他不是着急，而是失望。望着龙爹寂寥的背影，敖丙难过的低下头，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默默地攥紧了小拳头。而这一切都被隐藏在暗中的男人看在眼里。男人眸中闪过一抹复杂的神色，冷哼一声，转身离开龙宫，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正如他偷偷潜入进来时没有惊动任何人一样。这一点真是令人细思极恐。龙宫的阵法只有东海龙族才能出入，但这人却丝毫不受任何影响，来去自由。他正是鲛人族的少主沙泽。沙泽召集人马，偷偷潜入龙宫，命属下待在法阵里，等待自己的命令。他则是孤身离去，准备先解决掉刚刚发现的那个意外。与此同时，敖丙在本心和肩负的使命之间彷徨，独自跑到大哥敖甲的墓前伤心。他实在是不太明白，师父和父王的话他总觉得不对，可是又说不出来哪里不对，这让他忍不住怀疑，难道真的是自己错了吗？二哥陪在敖丙身边，看着奶乎乎的小脸上满是迷茫与痛苦，二哥心疼极了，忍不住将敖丙抱在怀里贴。小敖丙这么可爱，做什么都是对的。敖丙抗拒的不停挣扎，他已经不小了，不能总是这样抱他。二哥闻言直接拉开他的小裤子，看他的小追，看看是不是真的不小了。结果被恼羞成怒的弟弟打得鼻血狂飙，可他也不生气，反而还夸弟弟踢得好，不愧是自己三弟，只要弟弟能重新振作精神，让他做什么都愿意。在他眼里，敖丙还是个小孩子，只要负责快乐长大就够了，不需要想那么多。很多时候对与错只是立场不同而已，人与人的想法永远无法相同。不管父王怎么说，那些都不是你应当背负的责任，至少不该让你独自承担。记不记得二哥告诉过你，以前大哥经常对我说的话？敖丙点点头，握紧小拳头，和二哥异口同声地说，无论要面对什么事情，只要是兄弟就要一起扛。在二哥的温柔摸头杀和温言细语的开导之下，敖丙终于露出了笑容。二哥总算松了口气，刚想带弟弟出去放松时，突然一道利刃穿透了敖乙的胸口，霎时间鲜血喷涌，敖乙瞬间无力地瘫倒在地。敖丙大惊失色，连忙一把抱住二哥。为了救弟弟，敖乙不顾性命透支自己的身体。明明他刚刚才被章鱼精偷袭，一爪穿胸已经奄奄一息，可察觉到丙丙陷入了危机，二哥还是强撑着一口气，一把将小敖丙给推了出去。
声嘶力竭地怒吼着快走，只为弟弟可以逃脱活命。此时章鱼精的铁拳砸了下来，只听轰的一声巨响，乱石飞溅，敖丙也被这巨大的冲击弹飞了出去。而刚才两人待的地方已然变成了废墟。敖丙见状大惊失色，却不知道应该找谁求救。此时另一边的陈塘关也好不到哪去，因为哪吒出府到处调皮捣乱，百姓们都被吓得疯了一样的逃走，全城顿时乱成了一团。申公豹听说后便跑去查看魔丸的情况，此时人并不在东海，而另一边的东海护卫队听到打斗声，想要赶来查看，却被金谢大将军直接拦住。二殿下真是治军有方，我算是长见识了。你们东海护卫队的职责是保卫城内的安全，没有命令胆敢擅离职守者斩。没错，这死光头就是故意见死不救，人家级别高，作为下属的护卫队也是拿他没有办法，只能听命行事。此时敖乙身受重伤，孤立无援，敖丙怎么可能独自逃生？他毫不犹豫地返了回来，独自一人与章鱼精进行对战。但他毕竟还只是个刚满10个月的小奶牛，哪里斗得过阴险狡猾的章鱼精？一不小心还是被章鱼难缠的触手给缠住了。强烈的挤压让敖丙很是痛苦，他当即调动出体内的灵力，大喝一声挣脱了触手的束缚。章鱼精也被他的惊人爆发力吓了一跳。此时敖丙运用灵力化成一条巨型水龙进行反击，猛地一掌俯冲向章鱼精打去，章鱼精猝不及防被打飞了出去。可惜敖丙虽然天赋高又悍不畏死，而且还要分心护着二哥，一不小心就中了对方的毒物，敖丙瞬间被毒物迷晕，现场只留下一片衣服碎片。此时章鱼精用触手将敖丙卷起，径直前往狂暴之渊。深渊里有股神秘的力量，任何生物一旦卷入其中，就会被当场绞制粉碎，就是被吸入深渊里再没出来过。因此狂暴之渊成为了东海的禁区。眼看着就要进入狂暴之渊了，敖丙突然醒了过来，本想趁着章鱼精还没发现偷偷逃走，可章鱼精的触手抓得太紧，他根本挣脱不开，而且如果强行挣脱，万一失败了，肯定会再次被毒物迷晕，他将彻底失去逃跑的机会。敖丙理智地分析，章鱼精明明有机会杀死自己，却没有这样做，而且还一副打算带自己去什么地方的样子，由此推断他想让自己或者至少在到达目的地前需要自己活着。于是敖丙咬破舌尖，装出吐血的样子，金色的血液在海水中蔓延开来。章鱼精见状大惊失色，看着掌心里那小小的一只小奶龙此刻奄奄一息的样子，他瞬间慌了神。敖丙抓住机会，趁着他心神大乱之际纵身一跃，化成龙形闪电般疾驰而去。章鱼精恼羞成怒，跟在后面紧追不舍。敖丙知道自己不是章鱼精的对手，所以从一开始就绕着狂暴之渊跑，想借着狂暴之渊遮掩，他好隐匿身形。他用法术凝聚出一条和自己十分相似的水龙，向相反的方向疾驰而去。果然章鱼精上当了，直接追着敖丙幻化的水龙而去。敖丙这才松了一口气，谁知下一秒脚下亮起一道阵法，阵法凝聚出锁链，将他紧紧束缚住，身体瞬间无法动弹，也无法再使用法术。敖丙顿时大惊失色，原来是沙泽一直在暗中监视，见他想逃跑，立刻一把将他拎了起来，继续往狂暴之渊赶去。就在这时，一道土墙拔地而起，直接拦住沙泽的去路。身后响起熟悉的声音：“喂喂喂，你想把我可爱的弟弟带去哪？”原来是敖乙捂着血流不止的伤口追上来救弟弟了。可敖丙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自己有救了，而是开心二哥还活着。沙泽二话不说，直接发动攻击。敖乙虽然身受重伤，但还是身手敏捷地躲过偷袭，一挥手瞬间凝聚出土刺，隔开敖丙和沙泽之间的距离。沙泽被两侧的土刺夹击得连连后退，敖乙则见机向敖丙的方向飞去。沙泽可不会给他得逞的机会，直接掏出匕首，猛地扔向土刺中间的空隙。敖乙一个优雅的闪身，直接躲避。谁知沙泽已在不知不觉中来到他的面前，趁着敖乙躲避之际，张开手就往敖乙的俊脸冲去。敖乙见状，再次召唤土刺攻击，沙泽却在最后一秒时移形换位，消失在原地，下一秒就直接瞬移到敖乙的身后。敖乙立刻转身反击，结果却被突然出现的阵法困住，失去反击能力，眼看着就要被一击毙命。敖丙顿时大惊失色，强烈的愤怒与恐惧引动了灵珠之力，只听轰隆一声巨响，磅礴的灵力猛然炸开，冲破束缚自己与二哥的阵法。危机解除，但是更大的危机出现了。敖丙无法控制体内的灵力，根本停不下来。强大的水龙卷将狂暴之渊的乱流引过来，敖丙被卷了进去。二哥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想要抓住弟弟，却被乱流冲散。很快，敖丙的身影便消失在了狂暴之渊。只因不想被漂亮姐姐觉得年纪太小，宝宝龙饼饼就顶着10个月的奶膘，一本正经地说自己已经10岁了，没想还是被嘲笑是个没断奶的小龙崽子。本以为面前被唤作婆婆的小萝莉只是辈分较大，实际她的年纪却是足以当敖丙奶奶辈的老妖怪。此时小敖丙被卷入了狂暴之渊，这个地方漆黑阴冷，无半点光亮，敖丙只感觉呼吸困难，快要窒息。不远处却突然出现了几道光球，敖丙心头一喜，以为是找到了出路，可仔细一看，却发现那光球竟是巨型海怪的眼睛，而海怪已经张大嘴巴露出獠牙，打算将他这个送上门的点心一口吞下。敖丙惊讶地惊了一下，伸出手臂拼命想要躲闪，可奇怪的是怎么也使不上劲儿，海怪也不见外地冲着他一口咬下，可却并没有真的伤到敖丙，而是从他的身体穿了过去。敖丙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还以为是自己的眼睛出现了问题，可是仔细一检查才发现海怪是吸走了他的一些灵力，顿时忍不住怀疑那海怪怕不是个鬼魂吧。但现在不是探究这些的时候，奶乎乎的敖丙就像是美味佳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海怪将他团团围住，争着要将他吞吃入腹。敖丙焦急地四处寻找出路，却发现有一个地方没有被围住，那里肯定是出口。
他来不及多想，直接转身冲了过去。海怪们怎么肯放弃即将到嘴的肥肉，当即跟在身后紧追不舍。就在快要被海怪咬中的最后一秒，敖丙终于游到了出口。谁知这里的乱流更加汹涌，可为了活命，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冲了出去。出口外面是一股黑色的狂暴之流，巨型的黑色乱流直接将他甩飞出去。敖丙毫无反抗之力地从天空掉下，落在冰山群中。与此同时，冰山群里正在进行一场对叛徒的围剿。原来叛徒大脚出卖了同伴，被六牙战士的红金抓住行踪。你胆子挺大的嘛，竟然还敢出现在这一带。大脚则敷衍的解释是自己老眼昏花走错地方了，一边打着哈哈想要转身逃跑。巨型海妖鲲伸出沙包大的拳头直接砸了下来，大脚瞬间被镇住了。小妖怪小莫从鲲的背后冒出头，激动地呼唤婆婆快来看，叛徒抓到了。大脚闻言却是大惊失色，显然对这个叫婆婆的人十分惧怕，二话不说拔腿就跑，结果差点被一箭射中，不得不停下脚步。而射箭之人是一对兄弟，名叫大吉大利，他们共用一副躯体，而且两人总是争吵。红金上前一脚将大脚踩住，防止他再继续逃跑。可对大脚来说，他已经完全没有逃跑的机会了，弱弱的举起爪子乖乖投降。因为红婆婆来了。红婆婆外貌像是个萝莉水母，实际却是个年龄沉迷的老海妖。她对叛徒的态度只有一个字：杀了。红金抬头还想再说些什么，却猛然瞪大了双眼，大喊：大家闪开！众人闻言抬头一看，只见一个不知什么东西的东西从天而降，轰隆一声砸在了地上，直接将冰山砸出一个大窟窿。大家好奇的凑近一看，落下来的竟然是一个小孩，而且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大脚竟然趁机逃跑了。可红婆婆现在也顾不上这些，她一脸凝重的看着敖丙伤口里流出来的金色血液，顿时神情大变，当即冲过去查看。她轻轻撩起敖丙的发带，露出被遮掩住的小龙角，果然她没看错，这是一个龙族。众人闻言瞬间眉头紧皱，神情比刚才看到叛徒还沉重。小敖丙痛得缩成一团，忍不住呻吟出声。最后大家还是不忍心见死不救，于是红婆婆便让鲲抱着敖丙，让敖丙躺在鲲的大掌里赶路。众人一路上警惕地看着四周，仿佛在做什么惊天大事，而这一切都只是因为敖丙是龙族。丙丙小小的脑袋里有着大大的问号，在他眼里，那个话多爱笑疼爱他的二哥，竟然是外人口中的少年天才冷面玉龙。可明明二哥在自己面前从来没有冷脸过，他们认识的跟自己二哥真的是同一条龙吗？一想到二哥身受重伤还下落不明，小敖丙第一次学会跟妖讨价还价。他是想请海妖帮忙一同寻找二哥，而代价是帮他们逃出这狂暴之渊。就在刚刚，海妖们一路掩饰着敖丙的存在，将他藏在海豹妖的大手里。此时他们来到一座冰山的面前，敲了两下便说出一串开门暗号：红凤凰、黄凤凰、粉红房上飞凤凰。说完，冰山便长出五官和双脚，变成了人形。大家和冰山人老蛮打过招呼后，老蛮便撑着身体露出了入口的传送阵。紧接着一行人进入到传送口，一跃而下，直接进入到了一个热闹的世外桃源。见他们回来，形形色色的海妖们从房子里游了出来，欢呼着围在小莫他们的身边，叽叽喳喳地问他们找到了什么好吃的。鲲当即将找来的食物交给大吉大利兄弟，让他们分给大家排队领取，顺便引开众人的注意力，以免发现敖丙这个外来者。而红婆婆便让红金找医师绿曼来给敖丙治疗。此时绿曼正在铺子里看诊，还特地叮嘱怀孕的谷子，睡不着的话安眠药不要多吃，如果有任何不舒服请立即通知她。原来谷子的丈夫成哥被大脚出卖，被人抓到了猎场，绿曼担心他会想不开，劝他为了孩子也要坚持下去。而刚来的红金闻言心里更加后悔了，明明刚刚已经抓到了叛徒大脚，结果还是被他给逃掉了。绿曼闻言却顿住，抓到了重点：你又出去了。红金暗道不好说漏嘴，当即以红婆婆找他为借口想转移他的注意力，谁知绿曼根本不吃他这一套，阴沉着脸似笑非笑的调侃道：受伤了还敢往外跑，你胆子大了呀，把衣服脱了。红金吓得也不敢再多说，乖乖的把衣服脱了，露出崩裂的伤口。绿曼气得擦药动作都重了很多，连麻药都不给他用，痛得红金滋哇乱叫，就是为了让他长长记性。治疗结束后，两人这才来到红婆婆家里给敖丙治伤。治疗后，敖丙的外伤倒是没有大碍，只是内里还需要进行调理。好在敖丙的恢复力很强，要不了几天就应该能全好。虽然此时的敖丙看着人畜无害，但毕竟是龙族，为了保险起见，红婆婆还是谨慎地将他牢牢锁住，然后才跟他谈合作的事情。原来他们被困在这狂暴之渊，必须要龙族帮忙才能有机会离开，因为狂暴之渊有进无出，千年前万名海妖跳入这里就再没能出去，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可丙丙对此却一无所知，红婆婆忍不住有些怀疑他究竟多大了。丙丙下意识都想要回答10个月，可是担心年纪太小被人看清，当即心虚地撒了个小谎，说自己已经10岁了。可这个年龄已经让众人感到震惊了，寻常妖族都要修炼100年以上才能化成人形，龙族这么小就能做到，而且身上还没有任何妖气，这合理吗？红婆婆也觉得不可思议，原来还是个小龙崽崽，他是怎么敢出现在东海的？因为我在东海出生的呀。敖丙没想到自己老老实实的一句回答，竟然让红婆婆大惊失色，他竟然是东海龙族。幸好他虽然在深渊里遭了1000年的罪，知道这是与东海龙族无关，可要是换了其他老不死的，那就不一样了，毕竟在这里住着的可都是当年被天庭和龙族逼得走投无路的海妖。
敖丙这个小龙崽崽一旦出去，绝对活不过2刻钟。红婆婆趁机威胁他跟自己合作，否则就把他丢出去自生自灭。敖丙紧张地握紧小拳头，可还是答应下来。唯一的条件就是请他们帮忙找二哥，他叫敖乙，是东海龙宫的2太子。本来还担心他们不认识二哥，谁知大家都对二哥久仰大名，那可是1000年前光是报出名号，就能吓得无数海妖遁出几百里开外的冷面玉龙敖二太子。敖丙听得一脑袋问号，他二哥是冷面玉龙，他们说的跟自己认识的那个二哥真的是同一条龙吗？